在美国不让 PIT 的州碰见了刺头局长该怎么办？老哥就在前方，身后跟了一队阿 Sir 却不能截停，眼巴巴的看着局长，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。那么局长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老哥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期不一样的节目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华盛顿州舍斯顿县的阿 Sir 通过车牌识别器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有着被盗的嫌疑，于是他立刻跟上，示意老哥靠边停车。而这老哥不但假装听不见，甚至还加快了车速，直接用行动告诉阿 Sir 他的车牌读取器没有问题。起亚嘛，在当地被偷了也很正常，毕竟开锁的教学都已经发到了网上。没有想到这小玩意儿跑得还挺快，阿 Sir 的雷达显示这老哥的车速已经超过了200，属实叫人有些意外。完了，被这么大一阵灰尘吹过，感觉这还没开吃的甜甜圈变得不干净了。趁着阿 Sir 还在心疼甜甜圈时，老哥却是趁着这个机会和他拉开了距离。这看着怎么都不像能打的车，居然能跑这么快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这位老哥居然是位4星巅峰。身为小黄鸡的阿 Sir 更担心自己的甜甜圈和咖啡弄洒，跟不上也很正常，反正这里不让 PIT， 总不是跑到老哥没油为止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起亚远见，这款车最高搭载 2.5自吸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70。作为一款20年前的车型，油耗肯定不低，相信还有不少小伙伴坐过这款车的 Taxi。不过要说这阿 Sir 上班是真的悠哉，此时老哥都已经跑到没影了，阿 Sir 还表现得不慌不忙，他向总裁汇报了老哥所在的方位，并让队友提前布置了破胎器，主打一个和老哥决胜于千里之外。等队友成功了，自己便坐享其成。但很快阿 Sir 的如意算盘便落了空，队友称这老哥的车技了得，才短短的几分钟便躲开了2次破胎器，一时间拿他有些没有办法。就这样，从碰见老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分钟，抓捕的进度没有任何进展。这老哥依旧是在路上一路潇洒的狂奔着。得到了消息的局长气得不行，二话不说便赶到了现场。看着3、4位阿 Sir 跟在老哥身后，简直像婚车队一样。难道不让 PIT， 你们就真的打算跟到他没油吗？来看看局长会怎么做。好家伙，局长不愧是局长，居然带着专属的 BGM 登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有备而来，带着超网，一脚油门上去，轻轻一个贴贴，便成功将老哥给捆绑。接着只需要踩下刹车，这老哥就仿佛狗腿子被绊住了一样，根本动弹不得。尽管心有不甘，但最终也只能无奈靠边停车。真不愧是局长，短短20秒的出场时间，便成功将老哥截停。就这样，在局长的操作下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成功将被盗的车辆追回，甚至完好无损，可以通知车主来拿车了。这一幕给小黄鸡看得目瞪口呆，原来截停老哥这么轻松，这个秘密武器真好用。他表示有了这玩意儿，他上他也行，于是他便向局长申请了一套这个设备。局长表示这玩意儿$8000一次，代价相当高，希望他能好好利用，早日摆脱小黄鸡的称号。而面对刚才这一对小黄鸡的操作，着急上火的局长早有准备，他有神器小鹿小冰被，升级 Pro 2杆加倍，全身包裹消散疲惫。像我这种男子汉，睡醒一觉也是清清爽爽，不怕抱有出汗狼狈，旧棉被热度爆表。而小鹿做了双面2杆设计 ，Q Max 值高达0.36，是国标2杆值的2.4倍，盖着冰冰凉凉，超舒适。与其在盖被子热和不盖冷之间反复横跳，不如转投小冰被 Pro 的怀抱。它用莱赛尔2杆纤维填充，透气性好，会呼吸，还能根据环境进行双向动态调温，深度睡眠不会过冷过热，保你一夜无梦好眠。面料用了景安黄金配比，亲肤丝滑，一瞬到底，臭汗别想在我被窝里过夜。A 类母婴级面料加7A 级抗菌防螨，敏感肌也能睡。贴心的送了机洗袋，盖脏了就用洗衣机滚几圈，洗完还和新买的一样。终于不用盖包浆的老棉被了，喜欢就挑个尺寸，小尺寸1人盖，大尺寸2人躺。来领券下单，保价送运险，2年内有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冲就完事儿了。这下可给小黄鸡高兴坏了。小黄鸡则是表示定然不负所托，他相信有了这玩意儿 ，ASP 的那些 PIT 大佬将毫无用武之地。但事情真的有这么顺利吗？当天晚上就开着这玩意儿出去巡逻，很快便如愿所偿的发现了一辆被盗皮卡，这下让他兴奋不已，像极了男生新买的螺丝刀到了，非得拆个装备试试。现在瞌睡碰到了枕头，只能说算这位老哥倒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旗鼓相当，势均力敌。但是看着小黄鸡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算了，这抓钩这么厉害，还是相信他一回。而这位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道奇公羊皮卡，这辆车搭载5.7自吸 V8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95，车身的重量接近3吨。别问为什么说这个，记住就行。现在来到老哥身后的阿 Sir 放下了超网，趁老哥现在的速度不快，学着局长的样子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这一下贴倒是贴上了，但好像没有绑住老哥的狗腿子，这怎么和局长玩的时候不太一样啊？
虽说此时的车速明显快了不少，但阿瑟决定再试一次，一脚油门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不出意外，这一次应该能成功。果然，不仅拽住了他的狗腿子，还成功让他失控。等等，失控！我。现在的好消息是成功截停，坏消息是自损18000，设备8000一次，维修还得1万多。这玩意儿怎么用起来和局长不太一样？现在阿瑟的车停在路边动弹不得，老哥还没抓到，不得不呼叫队友的支援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你就说截没截停吧，也是时候通知车主来拿车了。看到老哥的这个战绩 ，ASP 认为还是 PIT 更省事儿，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一了百了。而实际上，这种抓钩在多年前就已经在投入使用，不同的州对它有着不一样的评价。认为有用的，觉得它有效的保护了财产和安全，降低了在路上 PIT 所带来的风险；认为没用的，觉得它多此一举，效果还低，外加8000美金一次的成本，并不是每个州都能用得起的。所以，尽管这玩意儿在5年前就已经有了，现在依旧只有少量的州配备，用得好的像局长一样轻松，用得差的就像小黄鸡一样。所以最终还是因人而异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关于本期的内容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讨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